Welcome to Mandarin with Lily, a YouTube channel where you can learn and improve your Mandarin. Eventually, you will be speaking Mandarin just like a native. 2020年的欧洲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。由于新冠肺炎的原因，足球赛被推迟到了2021年的6、7月份。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英格兰队在比赛中的表现吧。在小组赛中，和英格兰在同一个小组的有苏格兰队、捷克队和克罗地亚队。6月13日星期日，英格兰队在主场以1-0战胜了克罗地亚队。接下来在6月18日星期五，和苏格兰队在主场以0-0打平。6月22日星期二，英格兰队在主场以1-0战胜了捷克队。英格兰队进入了16强。我记得那一天有很多苏格兰球迷来伦敦看这场比赛。英国广播公司对狂热的苏格兰球迷进行了很多报道。6月29日星期二，英格兰队在主场又以2-0的好成绩战胜了欧洲强队德国队。英格兰队进入了1/4决赛，对阵乌克兰队。7月3日星期六，英格兰队在罗马以4-0的好成绩击败了乌克兰队。4-0，前所未有的好成绩。英格兰队进入了半决赛，对阵丹麦队。上一次英格兰队在欧洲杯上进入半决赛是在25年前。英格兰队的总教练也成为英格兰足球历史上近50年第2位带领英格兰队进入半决赛的教练。7月7日星期三，英格兰足球队在首先落后1分的情况下，很快的踢进了一个球，把比分扳平。在加时赛中，英格兰队队长又踢进了一个点球。英格兰队进入了总决赛。球迷沸腾了。7月11日星期日的决赛到了。开场不到2分钟，英格兰队进球了。不可思议，1-0。意大利队在下半场
成功地扳回了1分。半小时的加时赛仍不分胜负，最后以点球决胜负。意大利队最后以点球的优势赢得了2020年欧洲杯。2020年的欧洲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。由于新冠肺炎的原因，足球赛被推迟到了2021年的6、7月份。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英格兰队在足球赛中的表现吧。在小组赛中，和英格兰在同一个小组的有苏格兰队、捷克队和克罗地亚队。6月13日星期日，英格兰队在主场以1-0战胜了克罗地亚队。接下来在6月18日星期五，和苏格兰队在主场以0-0打平。6月22日星期二，英格兰队在主场以1-0战胜了捷克队。英格兰队进入了16强。我记得那一天有很多苏格兰球迷来伦敦看这场比赛。英国广播公司对狂热的苏格兰球迷进行了很多报道。6月29日星期二，英格兰队在主场又以2-0的好成绩战胜了欧洲强队德国队。英格兰队进入了1/4决赛，对阵乌克兰队。7月3日星期六，英格兰队在罗马以4-0的好成绩击败了乌克兰队。4-0，前所未有的好成绩。英格兰队进入了半决赛，对阵丹麦队。上一次英格兰队在欧洲足球杯上进入半决赛是在25年前。英格兰队的总教练也成为英格兰足球历史上近50年第2位带领英格兰队进入半决赛的教练。7月7日星期三，英格兰队在首先落后1分的情况下，迅速地踢进了1球，把比分扳平。在加时赛中，英格兰队队长又踢进了1个点球。英格兰队进入了总决赛，球迷沸腾了。7月11日星期日的决赛到了，开场不到2分钟，英格兰队进球了，不可思议，1-0。意大利队在下半场成功地扳回了1分。半小时的加时赛仍不分胜负，最后以点球决胜负。意大利队最后以点球的优势赢得了2020年欧洲杯。